在2000多年前的地中海世界，古希腊是一个由诸多城邦组成的文明共同体。我们如今的哲学、天文学、几何学都在这里慢慢成型。我对数学的兴趣就源于初中时的平面几何，而其中最让我震撼的是年轻的高斯做出正17边形的故事。这一集，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这个故事。用一根圆规，一把没有刻度的直尺，在纸上画出一个正17边形。今天听起来这像一道普通的几何题，但从古希腊一直到18世纪末，这件事一直没人能做出来。直到1796年3月30日的清晨，在哥廷根，一个还差1个月才满19岁的少年在自己的笔记本里写下了答案。他叫卡尔·弗里德里希·高斯，而这条记录就是他后来那本数学日记里的第一条：圆规和直尺。这两件工具的限制很早就进入了希腊几何传统。到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那里，它们被写进了公社里。从那以后，几何学就在这两件工具允许的范围内工作。也正是在这个范围里，古希腊数学家留下了3个著名难题。第一个，画圆为方，给定一个圆，用尺规做出面积完全相等的正方形。第二个，倍立方，给定一个立方体，做出体积正好是它2倍的立方体。第三个，3等分角，给定一个任意角，用尺规把它精确3等分。这3个问题占据了数学史很长的一段时间，它们看起来都很简单，但每一个背后都藏着深层的代数结构。这3个问题不是凭空提出来的，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故事。画圆为方。公元前5世纪，雅典哲人阿纳克萨哥拉在狱中，他被指控渎神，因为他说太阳是一块烧红的石头，不是神。在牢房里，他试图用尺规把圆画成正方形。倍立方。公元前430年，雅典爆发瘟疫，民众派人去德尔斐求神谕。阿波罗的答复是，把德洛斯岛上立方体祭坛的体积正好加倍。之后几代希腊数学家都在解这个问题。3等分角。公元前5世纪，伊利斯的西庇亚用一种叫割圆曲线的曲线，试图把任意角3等分，但割圆曲线不能由尺规做出，所以严格的说，它并没有解决。2000年里3难题一直都在等。当然，还有另一类问题：正多边形作图。欧几里得在《几何原本》第4卷里给出了若干正多边形的尺规作图，比如正3边形、正4边形、正5边形、正6边形，还有正15边形。在这些基础上，如果不断把角平分，还可以得到正8边形、正16边形、正32边形，也可以得到正12边形、正24边形，以及正10边形、正20边形。但是正7边形、正9边形、正11边形、正13边形、正17边形，这些都没有出现在第4卷里。这并不是因为欧几里得忘了写，而是因为当时还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能不能做出来。2000年过去了，韦达用代数语言重新表达几何问题，笛卡尔则建立了解析几何，把代数和几何系统的联系在一起。欧拉在18世纪研究了大量圆分多项式的问题，可是正17边形仍然没有被解决，因为在当时已有的方法里，这道题并没有一条清楚的道路。直到1796年3月30日，哥廷根大学第2学期的学生宿舍里，一个18岁的少年还躺在床上，他忽然看清了这条路。
卡尔·弗里德里希·高斯，生于1777年4月30日，地点是德意志中部的布伦瑞克，一个砖瓦匠家庭。大约8、9岁的时候，他在学校里算出了1到100的和1加100、2加99、3加98，每一对都是101，一共有50对，所以答案是5050。他的老师比特纳注意到了这个孩子。学校里一位17岁的助教约翰·马丁·巴特尔斯也开始单独辅导他。巴特尔斯后来自己也成了数学家，并且和高斯保持了长期友谊。15、16岁时，也就是1792到1793年前后，高斯已经独立发现了素数定理的雏形，也就是说，小于 n 的素数个数大约是 n 除以 ln(n)。1792年到1795年，他在布伦瑞克的卡罗琳学院读书，同时自学拉丁文、希腊文和数学。1795年10月，18岁5个月的高斯进入哥廷根大学。到1796年3月，他还只是一个第2学期的学生。1791年，14岁的高斯被引荐到布伦瑞克公爵卡尔·威廉·斐迪南。公爵看了他的计算，当场决定终身资助这个孩子。1795年秋天要选大学，附近有2个选项，一个是黑尔姆施泰特，离布伦瑞克很近，另一个是哥廷根，在隔壁汉诺威选侯国。公爵和高斯都选了哥廷根，原因是哥廷根有克斯特纳，当时德语区最资深的数学教授。哥廷根大学1737年建立，是欧洲新式大学的代表，强调学术独立和自由讲学。高斯因此在1795年10月进入哥廷根，公爵的资助一直延续到1806年。那一年，公爵在奥尔施泰特战役中阵亡。1796年3月30日清晨，高斯还没有起床，他正在想一个问题：正多边形什么时候可以用尺规做出来？这并不是当时最热门的问题。那个时代，数学界更关注分析、天体力学以及连续量的计算。但高斯在想这个问题，然后他想清楚了。他立刻起床，走到桌前，在刚买不久的新笔记本里写下第一条记录。这本笔记本叫《数学日记》。数学日记第一条是拉丁文，大意是圆的分割所依据的原理，以及把圆在几何上分成17等份的可能性。这句话后来被收入高斯全集第11卷。它看起来很短，但它指向的是一个2000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。这本日记后来记了19年，从1796年到1814年，总共146条。光是1796年这一年就写了18条。第一条是3月30日的正十七边形，第4条已经触及2次互反律，也就是后来算术研究第4部的核心。7月10日，他写下了第18条，只用了一个希腊字眼尤里卡，意思是我找到了，后面跟一行公式，任何一个正整数都等于3个三角形数之和，也就是说每一个正整数都可以写成3个三角形数之和。整本日记在数学史上都很罕见，一个天才的头脑用公开近乎实时的方式记录自己，而1796年只是这本本子的开始。2个月后，1796年6月1日，高斯给全德文学报的副刊投了一封短信，信里没有完整证明，只是简短宣布正十七边形可以用尺规作图。这句话已经足够惊人，因为从欧几里得以来，人们知道正3边形、正5边形、正15边形可以做，但正17边形一直没有被打开。当时关于拉格朗日读到这则消息后的反应，后世有一些转述，但更重要的还是这个结果本身，它意味着数学里诞生了一个新的判断规则。接下来5年，高斯把这个结果写成了完整理论。1801年，
24岁的他出版了算术研究》。算术研究这本书后来被看作现代数论的起点，其中第365条给出了正 n 边形什么时候可以尺规作图的完整准则。现在我们沿着这条路继续往下看。问题是，为什么偏偏是17这个看上去朴实无华的质数？我们要做的是，可以换一种语言来说，给定一个单位圆，我们要在圆周上找到17个等距的点，把它们连起来就是正17边形。如果把这个圆放进负平面，那么这17个点就是方程 c 的17次方等于1的17个根，也就是17次单位根。其中第一个非平凡的根可以写成 zeta17等于 e 的2派 i 除以17次方，它的实部就是 cos 2派除以17。所以做出正17边形本质上就是做出这个数，至少要做出 cos 2派除以17。17这个数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，17等于2的4次方加1，也就是2的2平方次方再加1。一般的，如果一个数能写成2的2的 k 次方再加1，这种数叫费马数。如果它同时还是素数，就叫费马素数。费马曾经猜想，所有这种形式的数都是素数。这个猜想后来被证明是错的，但前几个数确实都很特殊。到现在为止，我们只知道5个费马素数。第一个是3，第二个是5，第三个是17，第四个是257，第五个是65537，下一个看起来也像素数的数是2的32次方加1，它等于42亿9496万7297。但欧拉在1732年发现它不是素数，它可以被641整除。再往后，很多费马数也都被证明是合数，是否还存在第6个费马素数，到今天仍然不知道。现在回头看历史就很清楚了。欧几里得已经会做正3边形，3对应第一个费马素数，他也会做正5边形，5对应第二个费马素数。1796年，高斯给出正17边形，17对应第3个费马素数。1832年，比舍洛给出正257边形的作图。1894年，约翰·古斯塔夫·赫尔梅斯用10年时间完成了正65537边形的作图，手稿有200多页，至今仍然保存在哥廷根大学。这不是巧合，每一个费马素数都对应一个可以尺规作图的正多边形。高斯在算术研究第365条给出了完整准则：一个正 n 边形可以用尺规作图，当且仅当 n 可以写成2的若干次方乘上若干个互不相同的费马素数。这里的互不相同很重要，它排除了重复因子，所以3、5、17可以，3乘5也就是15也可以，但是7、9、11、13就不行。高斯给出了可作图的一侧。后来1837年，皮埃尔·洛朗·万策尔补上了反方向，也就是不符合这个形式的 n 一定不可做。接下来我们先看高斯的正向。为什么正17边形一定可以做？先问一个更基础的问题，什么叫一个数可以用尺规做出来？我们在平面上给定2点，一个是0点，一个是1点，这样单位长度依旧确定了。用圆规和直尺，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，可以做加法，可以做减法，可以做乘法，可以做除法，这些都可以通过线段搬运和相似三角形完成。更关键的是，我们还可以开平方，给定一个长度 a， 可以用半圆和几何平均构造出根号 a。所以尺规作图在代数上对应的操作就是四则运算加上有限次开平方。
凡是能用这些操作得到的数，就叫可构造数。用更现代的语言说，每开一次平方，就相当于在原来的数域上添加一个新的根号。从有理数域 Q 出发，第一层添加一个平方根，第二层再添加一个平方根，第三层继续添加，这样就得到一串数域。Q 包含在 K1 里， K1 包含在 K2 里，一直往上，每一层都是二次扩张，也就是这一层只比上一层多了一次开平方。一个复数可以用尺规做出来，仅当它落在某个有限的二次扩张塔里，这就是尺规作图和开平方的精确对应。回到17次单位根，西塔17等于 e 的2派 i 除以17次方，它也等于 cos 2派除以17加上 i sin 2派除以17，它是方程 z 的17次方减1等于0的根。这个方程的17个根均匀分布在单位圆上。我们真正要问的是 zeta 17，或者至少它的10步 cos 2派除以17能不能落在某个二次扩张塔里。如果能，就可以尺规作图。现在把 zeta 17加入有理数域 Q， 得到一个新的数域，记作 Q zeta 17。这个域里有所有由 zeta 17组成的有理系数表达式，比如 a0 加 a 1倍 zeta 17，再加 a 2倍 zeta 17的平方，一直到 zeta 17的15次方。这里每个 a 都是有理数。这个域有一组非常自然的对称性，它们保持所有有理数不变，但可以把 zeta 17送到另一个17次单位根。具体的说，可以把 zeta 17送到 zeta 17的 k 次方，其中 k 从1到16，这些变换组成一个群。这个群就是 Q 添 zeta 17在 Q 之上的伽罗瓦群。这个伽罗瓦群其实就是模17的乘法群，也就是1到16这些数在模17意义下做乘法。它一共有16个元素，而且它是循环群。比如3就是一个生成元，3的一次方是3， 3的平方是9， 3的3次方是27，模17以后等于10，继续算下去，会把1到16全部走一遍。这说明整个对称结构可以由一个数不断乘出来。最关键的地方来了，这个群的阶是16，而16等于2的4次方，这意味着什么？用后来的伽罗瓦理论语言说，这个16阶循环群可以一步一步折半，16变成8， 8变成4， 4变成2， 2变成1，对应到数域上就是4层二次扩张。也就是说，从 Q 出发，只需要连续开4次平方就能到达包含 zeta 17的那个数域。这就是正17边形可作图的根本原因，不是因为有人找到了一个偶然的画法，而是因为它背后的对称群刚好是2的幂。接下来我们把这4次折半具体写出来。先把模17乘法群里的16个元素按照3的幂排出来，按这个顺序排出来，1、3、9一直绕一圈，最后回到6，也就是3的连续幂，每次模17取余数。具体顺序看屏幕。接下来我们把 zeta 17的这些幂按照这个顺序分组求和，这些求和叫高斯周期，可以把它理解成我们不直接看每一个根，而是先把根分组，先看一组根的总和，再把总和继续拆开。第一层把16个非平凡根分成2组，每组8个，一组取偶数位置，一组取奇数位置。第一组记作伊塔0，第二组记作伊塔1。按 g 等于3的轨道把16个根排成一圈，偶数位置的8个 zeta 1、zeta 9、zeta 13等等加起来记作伊塔0，奇数位置剩下的8个 zeta 3、zeta 10等等加起来记作伊塔1。这两组加起来
刚好包含所有16个非平凡17次单位根。先看它们的和 1t0 加 1t1，就是所有16个非平凡17次单位根之和，而所有17次单位根之和等于0，因为它们是 z 的17次方减1这个方程的全部根，所以1加上所有非平凡根之和等于0，于是 1t0 加 1t1 等于-1，这是第一个关系。再看它们的乘积， 1t0 乘 1t1 展开以后有8乘8，也就是64项，每一项都是某个 zeta 的 a 加 b 次方，这里的指数要在模17 e 以下计算。经过一个数论统计，可以得到1到16这些非零余数每一个都恰好出现4次，所以这个乘积等于4倍的所有非平凡17次单位根之和，而这个和等于-1，所以1t0乘1t1等于-4，这是第二个关系。现在 1t0 和 1t1 已经被两个量决定了，它们的和是-1，它们的乘积是-4，所以它们是同一个二次方程的两个根。这个方程是 x 平方加 x 减4等于0，用求根公式得到 1t0 和 1t1 等于-1加减根号17再除以2，这里第一个根号出现了，根号17，它是4次开平方中的第一次。从几何上说，根号17当然可以用尺规做出来。习惯上，我们取 1t0 等于-1加根号17再除以2， 1t1 等于-1减根号17再除以2。第二层，继续把每组8个根拆成两组， 1t0 拆成 θ0 和 θ1， 1t1 拆成 θ2 和 θ3， 每个 θ 现在都由4个根相加组成。对 1t0 这一支可以得到 θ0 加 θ1 等于 1t0， θ0 乘 θ1 等于-1，所以 θ0 和 θ1 也是一个二次方程的两个根。这个方程是 x 平方减 1t0 乘 x 减1等于0，于是第二个根号出现，代入 1t0 以后会出现根号34减2根号17，类似的在 1t1 这一支会出现根号34加2根号17，这就是第二层折半，8个根变成4个根，同时第二次开平方完成。第三层，每个 θ 再拆成两组，每一组现在只包含2个根。这种形式非常重要，因为它们可以写成 zeta 的 a 次方加上 zeta 的-a 次方，而这正好等于2倍 cos 2πa 除以17。也就是说，到第三层时，我们已经开始得到实数，不再是复平面里单独的点，而是对称的一对根的和。这些和就是不同角度的 cosine 值。第三层继续通过二次方程求解，于是出现第三个根号。最后一层再把2个根拆成一个根，第4个根号出现， zeta 17本身就被构造出来了。我们把整个过程压缩成一张图，最上面是16个非平凡17次单位根。第一层把16个根分成两组，得到 1t0 和 1t1， 这里解第一个二次方程，根号17出现。第二层把每组8个根再拆成两组，得到 θ0 到 θ3， 这里出现第二类嵌套根号。第三层把每组4个根再拆成两组，得到8个由2个根组成的和，这里出现第三个根号。第四层把2个根再拆成单个根，最终得到 zeta 17。整个过程就是4次二次方程，也就是4次开平方，所以它完全在尺规作图允许的范围内。如果把这4层二次方程真的算完，就会得到一个非常漂亮的表达式。第一层是根号17，
数值大约是 4.1231。第二层在一胎零这一支会出现根号34减2根号17，数值大约是 5.0748。另一支会出现根号34加2根号17，数值大约是 6.4997。第三层会出现更深一层的嵌套根号，它的内部表达式是17加3倍根号17，减去根号34减2根号17，再减去2倍根号34加2根号17，这个内部值大约是 11.295， 再开平方大约是 3.361， 这些数字最后会合成 cos 2派除以17，最后得到的公式是16倍 cos 2派除以17等于-1加根号17加根号34减2根号17，再加2倍的一个大根号，这个大根号里面是17加3倍根号17减根号34减2根号17减2倍根号34加2根号17。这条公式看起来很长，但它的结构很清楚，它只用了4则运算和开平方，而且每一次开平方根号下面都只包含前面已经构造出来的数，所以整个表达式位于4层二次扩张塔里。换句话说 cos 2派除以17是尺规可做，我们可以快速验算一下，根号17大约 4.1231， 根号34减2根号17大约 5.0748， 根号34加2根号17大约 6.4997， 第三层内部大约 11.295， 它的平方根大约 3.361， 再乘以2大约 6.722， 把这些放回公式，-1加 4.1231 加 5.0748 加 6.722， 总和大约 14.920， 再除以16，得到 0.9325， 而直接计算 cos 2派除以17，也就是 cos 21.176度，结果同样是 0.9325， 吻合。这就是高斯在1796年3月30日清晨看清楚的核心。正17边形不是靠试出来的，它来自一个确定的代数结构。17次单位根的对称群有16个元素，16是2的4次方，所以它可以被4次折半，每一次折半对应一个2次方程，每一个2次方程对应一次开平方，而开平方正是尺规作图可以完成的操作。有了 cos 2派除以17，事情就从代数回到了几何。我们只需要用尺规构造出这段长度，然后在单位圆上找到对应的点，这个点就是17等分中的第一个非平凡点，再通过圆规转移旋长，就能依次得到剩下的16个点。19世纪末，赫伯特·威廉·李士满把这个过程整理成一套相对简洁的21步作图。代数告诉我们 cos 2派除以17可以构造几何，要做的就是把这个数变成一段线段。在单位原理，如果一个点的横坐标等于 cos 2派除以17，那么这个点对应的圆心角就是2派除以17，也就是360度除以17。找到这个点，就找到了正17边形的一条边，然后用圆规沿圆周不断截取相同旋长，17个顶点就全部确定了。李士满在1893年给出了一套21步的简化作图，大致思路是这样：先画单位圆，再画水平直径和垂直直径，然后标出一些关键终点，接着利用辅助眼和相似三角形逐步构造根号17，再继续构造更深的嵌套根号，也就是根号34减2根号17以及后面的表达式，最后把得到的长度转化成单位圆上的弦长，用这条弦标出17等分点，再把17个顶点依次连接起来，
正17边形就完成了。这里的关键不是每一步有多短，而是每一步都只使用直线、圆以及它们的交点，所以它符合严格的尺规作图要求。17个顶点画完以后连起来就是正17边形，它的内角大约是158.82度，外角大约是21.18度。视觉上它已经很接近圆，如果只看整体轮廓，很容易觉得它就是一个圆，但仔细看，每一条边之间仍然有微小的转角。这个微小的转角就是360度除以17。现在回头看，1796年3月30日清晨，高斯看清楚的是一条完整的链路，费马素数模17乘法群，16阶循环群，4层二次扩张塔，4个二次方程，4次开平方，最后得到 cos 2派除以17的精确表达式。这条链路说明，正17边形不只是可以画，而且它为什么可以画也被解释清楚了。1801年，24岁的高斯出版《算术研究》，全书以编号条款展开，第7节处理圆分多项式与可构造性问题，其中第365条给出完整准则：正 n 边形可以尺规作图，当且仅当 n 可以写成2的若干次方乘上若干个互不相同的费马素数。这条准则把古代几何问题转化成了数论问题。1837年，法国数学家皮埃尔·洛朗万策尔发表论文，题目大意是如何判断一个几何问题能否用直尺和圆规解决。万策尔补上了高斯准则的必要性部分，也就是说，如果 n 不符合高斯的形式，正 n 边形就一定不可做。同一篇工作也解决了2个古希腊难题：对立方不可能，一般角的3等分不可能，注意是任意角的3等分不可能，某些特殊角当然仍然可以3等分。还有最后一个古希腊难题：画圆为方。1882年，费迪南·冯·林德曼证明派 i 是超越数，也就是说 Pi 不满足任何整系数多项式方程，而尺规可作数一定是代数数，所以 Pi 不可构造。画圆为方等价于构造一个面积为派的正方形，也就是构造根号 Pi， 这也不可能。至此，古希腊3大尺规难题在现代数学意义上被彻底关闭。1894年，约翰·古斯塔夫·赫尔梅斯完成了正65537边形的尺规作图细节，他花了10年时间写下200多页手稿。这件事今天看来近乎不可思议，但它和正17边形属于同一条理论链路，因为65537也是费马素数。在5个已知费马素数中，357、257、65537都对应可做的正多边形，而正17边形是其中第一个真正突破古希腊边界的例子。它来自一个18岁少年的清晨，来自一页笔记本，也来自一个深刻的事实：几何作图的边界最终由数的对称性决定。正如视频开头里所讲的，高斯在年轻的时候就有如此惊人的洞察力，让当时正处于高中的我感受到了深深的折服。视频里的详细推导可以参考我的博文。若您发现了视频中或博文中的错误，或者对我所做的感兴趣，也欢迎您通过视频下方和邮箱留言。谢谢观赏。